所以他们被镇压得很充分，因为他必须抹灭你国家的痕迹。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没办法，台湾是自己选总统的。台湾是一个国家，他必须抹灭你这个国家的痕迹，所以不会是香港模式。讲抽象的什么国家认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别人的议题，或者是你们这些人的争议。但我们就来谈，那你的生活，你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想要上网的时候被限制吗？你要 Google 的时候，你就 Google 不到某些东西。你要过这样的生活吗？你要过你的资料都被掌控在某个机构的生活吗？比如说，今天台湾可以在世界地图上任选一个国家，说我去加入你们，成为这个国家。说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绝对不会去选中国的嘛。我感觉你若愿意选定遐做这个劳力剥削，做这个城乡剥削的物件，做这个人民没有移动的自由，没有集会结社自由，去啊！但是你莫甲我拖落，我的要求是啥呢？你莫甲我拖落，你去。我就赞成因去，因为我感觉人就是有选择伊要去的所在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权利。但是有人不想要去啊。台湾已经是一个这么缺乏社会正义的一个目前的政府了，那你还去倾向一个更糟糕的一个国家，这是对我来讲，这是很不合逻辑的事情。今天中国，它对世界其他国家想象的只有剥削的关系。我今天不要干这件事情，所以我台湾需要独立，我需要有一个新的政治主体。我们要追求的是跟第三世界国家不是剥削的关系，是合作的关系。那这件事情中国做不到，所以我不可能成为中国主权的一部分。我认为台独应该提出更多的具体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很明确的是中国的政权不会去做的，这样的台独才会有价值。如果我们坚持主张的那个价值出现了，我们要追求的那种理想社会是什么出现了，然后每个人也相信这个价值也去做，那中国跟台湾的距离那个距离就是不言而喻的，然后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个界限，对，那个是台湾要独立的条件啊。不懂不读，我认为是最糟糕的啊！在台湾现在各种可能的政治选择是最糟糕的。我跟这个中国朋友说，不懂不读这件事情对谁有利？是对中国既得利益者有利，对台湾的既得利益者有利，对美国的既得利益者有利。就台湾啊，中国跟美国运用台湾现在这样的不确定的关系，进行各种不当利益的交换，结果变成台湾变成美国跟中国在各种利益谈判交换的筹码。自由，人民自由，人民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说，台湾文化跟中国文化有它的相近性，但是我必须说，这个台湾文化跟中国文化的相近性绝对不会超越于台湾文化跟中国文化在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性，也就是民族文化已经成为台湾文化的一种内涵。而这样的一种民族文化底下，我们的认同，它就会是一种开放的、健康的、多元的。所以我们必须很骄傲的是说，台湾有自己的主体性，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跟中国文化跟中国的不一样，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民族化的这样一个成果。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说，一个这个集权的中国要反过来统治一个已经民主化、有自己主体性、有自己国家认同的一个国家，对年轻人而言，这是完全的不可能。从台湾的历史经验来看的话，不管是1895年对日武装抗争的那一次的流血，还是说在1945年以后，尤其是1947年的228事件，这2次流血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件事，也就是说，流血不一定是来自异族统治。像在蒋渭水他们这一群日治的知识精英里头，他们很多对于中国是有相当深厚的儒牧情怀的，他们认同中国是祖国，他们崇拜孙中山的革命。因此，在所谓光复的时候，有许多人是非常高兴的，认为我们可以摆脱日本的统治，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可是为什么流血还是发生了？那是因为他们发现来的跟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脉络下所形成的社会条件的交汇。这样子的文化条件上的差异，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 gap， 而这个 gap 就是大到非得要踩着别人的尸体才能够填过去的。我觉得从台湾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真的可以相信，在社会条件跟外在的制度，以及内在的文化认知跟历史发展都差异这么大的2个政治体或国家，真的能够因为非常遥远的一个历史上的某些共同性，或者是因为眼前的经济利益，就能够弭平这样子的一个 gap 吗？我是没有那么乐观。因此，我觉得如果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去谈统一的话，恐怕我必须悲观的说，可能会再一次流血。我们曾经有一个熟悉的名字，以一种辽阔的声音，从清澈的溪流中响起，在山的永恒里接近。对我来讲，台湾一个最好的部分，就是一个最好的所在，就是台湾是一个最少年的民族。即马台湾人，台湾的少年家啊，咱有法度去影响着台湾的未来。即马你来讲全世界，无足侪国家会当安尼呢。There's not a lot of people that can actually shape the future of your country, right? 最近 the Middle East, in Africa, you're seeing a lot of this happening. In Egypt, Tunisia. It's really great to see. 所以我觉得有看到很多在这种不同的领域里头都有年轻人在发声，因为这是自己的国家自己顾啦。我觉得就是个自己的国家要自己顾好啦。对，我们比别人痛苦跟辛苦的地方，就是一直有国家认同的。走出去就你是台湾人，可是另外一个幸福的地方是，也许这个国家就会在我们的手中诞生。
我们很辛苦，但我们也很幸福。我们也许有机会让这个我们理想中的新而美好的国家是从我们手中诞生的，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跟机会。在风中吟唱的熟悉的名字，依旧是辽阔的声音，随汗水流过颤抖的土地，脚下是心动的记忆。我们重复着祖先的叮咛，当袂记，不袂记，我们抬头着祖先的步履，风雨四季，海洋坚定，我们怀抱着故乡的天命，美丽岛屿，无穷生命，我们面对着未来的命运，人民最自由和平。才有一群人，阮的故事拢无同，认真打拼，度过生活每一天。春夏秋冬，有时也会目眶红，因为故乡不时出现伫阮的梦。才有一群人，阮有同款的愿望，认真打拼，度过生活每一天。想起故乡，有时心情真沉重，因为故乡有时欢喜甲不知人。阮即马伫这徛起，定定守太平洋的彼边，千里风景甲坚定咱对台湾的疼心。故乡若是地理，是咱的共同基地，随时准备对咱的台湾奉献家己。才有一群人，阮有同款的愿望，认真打拼，度过生活每一天。想起故乡，有时心情真沉重，因为故乡有时欢喜甲不知人。阮即马伫这徛起，定定守太平洋的彼边，千里风景甲坚定咱对台湾的疼心。故乡若是地理，是咱的共同基地，随时准备对咱的台湾奉献家己。